在这个影片我会分享怎样子 DIY 修滑鼠，还有这3款 KALE 的 Mouse Switch 用起来有什么差别。会点进来看这个影片，你的滑鼠是不是也坏了？大部分人听到滑鼠坏了的第一个想法，应该都是单击变双击，就是那个让你 YouTube 想要暂停变成退全屏，拖文件变成打开文件，网页的 scroll bar 也拉不到。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是选择换一个新的滑鼠，还是想想怎样修好它？我最近就刚好遇到这个问题，这个滑鼠已经用了很久，我很喜欢它的手感，可是已经停产了，就是买不到了。类似形状的滑鼠又那么贵，这个时候朋友跟我讲，只需要3块钱就可以把滑鼠修好，不过要自己烧焊啊。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这么巧，我会简单的烧焊啊，不就是把这2个东西点在一起？我也刚好有3块，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会分享如何自己 DIY 更换滑鼠的微动，就是这个点了有声音的零件。之后我会再分享这3款 KALE 的微动用起来有什么差别。如果你的滑鼠刚好也有跟我一样的问题，那样只要更换微动就可以了。首先第一步，你需要先把滑鼠拆开，确定你可以顺利的拆到把整个电板拿出来，才去买烧焊的工具还有微动。要是你一拆就把滑鼠的电板弄坏，那样就没有救了。也要确定你的微动是这种三角的。下一步就是买你要的滑鼠微动，我上网找到的选择有很多，据我所知比较有名的牌子是 Omron、KALE 还有 TTC。Omron 是大部分滑鼠厂商会用的原装微动，基本上都是蛮普通罢了啦，除非你很喜欢原装微动啦，不然通常都会选其他牌子的微动来当做升级。建议你先看看一些对比的影片，会比较容易做选择。除了微动，你也需要买烧焊要用到的工具，包括了电热棒、吸器，还有电热棒的架子。如果这些你都刚好没有，需要买的话大概是30几块就有了。建议你在买电热棒的时候选择功率至少60瓦的，我就是买了40瓦的来用，结果不够热，再去买过一个，然后就要开始烧焊了。把电板倒反架起来，我先把滚轮连起来了，不然还会在那边晃。电热棒在用之前需要先开电预热，这个是很基本的步骤了。全部准备好了，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弄热、吸掉，再弄热、再吸掉，重复几次，你应该就可以把旧的微动拔出来了。接着就是把新的微动插上去，我这次买了3款，分别是 KALE 的 GM 2.0、4.0 还有 8.0， 等一下我分享它们的差别。记得先把微动固定好，才翻过来做烧焊，像是用粘纸把它粘起来。焊的话就是电热棒摆着，拿那个锡去点它就可以了，整个过程就是这么简单。这3款 KALE 的微动，它们从便宜到贵的排名分别是 2.0、4.0 还有 8.0， 不过其实都不算贵吧，就几块钱。通常拿微动来做比较的重点就是它们的声音还有点击的力度。我先给你们听原装 Omron 的声音，然后就是 KALE 的。原装 Omron 的声音比较响，也比较吵。其他3款里面，就是 4.0 的声音会比较尖，还有最大声。8.0 也是比较尖，不过没有 4.0 那么大声啦。2.0 的话就是3款里面最小声，声音也最低沉的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款啦，不会那么吵。老实说，它们声音的差别，你如果不摆在一起做比较的话，应该是听不太出来啦。点击力度的话 ，2.0 跟 4.0 都比较硬一点，当然没有到很难点下去那么夸张啦。只是我用它们来连续双击或者3击，手指会稍微的感觉到累。8.0 的话就不会，不停点都没有什么感觉。它们点击的寿命分别是2000万、6000万还有8000万。你如果懒得比较，还有考虑声音啊，还有力度那些，那样你直接选 8.0 就好了，寿命最长，用起来也轻松，也不会那么大声。我找了一下，我滑鼠原装 Omron 的微动，寿命只有500万，我也用了5年。那要是我装 8.0 的话，就可以用80年了。OK，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所以你打算自己 DIY 修滑鼠吗？其实整个过程都算蛮简单的，就是烧焊那边有小小的危险性。还有滑鼠的脚垫，如果你很在意的话，可能会需要换新的，因为拆螺丝的时候会需要把它拔下来。除了这些，自己动手修滑鼠真的算是一个很低成本的事情。当然要你的滑鼠有好到值得你去修它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 Like、Share 还有 Subscribe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